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经历？厨房里忙了一整天，好不容易做完饭，一扭头看见灶台上那口用了好几年的炒锅，锅底和锅沿糊着一层黑乎乎、油腻腻的硬壳，摸上去疙疙瘩瘩的，看着就让人心里堵得慌。更别提请朋友来家里吃饭了，端菜上桌的时候，自己都觉得那口黑锅有点拿不出手。钢丝球死命刷过，手都搓红了，那层黑垢纹丝不动，最强力的洗洁精泡了大半天，效果也跟闹着玩似的，扔了吧。锅明明还结实着呢，不扔吧。每天做饭瞅见他就闹心，今天7月就来彻底解决这个烦恼。教你一个懒人刷锅法，不用费多大力气，锅底黑垢自己乖乖脱落，最后亮得跟新买的一样，保证你精得合不拢嘴。如果7月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用，麻烦你动动手指，给7月点个赞，在评论区留个言，或者点一下关注。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7月继续挖这些好办法的最大动力。以后厨房里再有什么烦心事，7月都能帮你找到最省事的解法。好了，咱们不绕弯子，直接上干货。先说说这层黑垢到底是啥玩意儿。它不光是灰尘或者没洗干净的饭粒，而是咱们炒菜用的食用油。食材渗出来的油脂在高温下反复加热，发生了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变成了一堆特别顽固的聚合物，再加上烧焦的食物残渣，碳化物一层一层叠上去，时间久了就成了又黑又硬的锅垢。这玩意的结构非常稳定，普通洗涤剂根本啃不动。用钢丝球硬刷本质上是在搞物理磨损，效率低不说，还容易把锅的表面刮花。明白了病因，咱们就能对症下药了。今天的主角，你家厨房里肯定都有，就是小苏打和保鲜膜。小苏打的化学名叫碳酸氢钠，是一种弱碱性的物质，这个弱碱性正是分解油垢的杀手锏。油脂在碱性环境下会发生皂化反应，简单讲就是从死硬油垢变成能被水冲走的小分子。保鲜膜的作用是创造一个密闭环境，让小苏打长时间保持湿润，持续不断地跟锅垢反应，慢慢把它泡软瓦解。下面7月给你拆解成7个步骤，跟着做就行。第一步，把要洗的旧锅拿出来，再准备1包小苏打，1卷保鲜膜，一个能喷水的小喷壶，没有喷壶的话，直接用手洒水也可以。第二步，把锅倒扣过来，用喷壶或者手往有黑垢的地方均匀洒1层水。这一步千万别马虎，一定要确保所有黑色的地方都沾上水，湿润了，小苏打才能牢牢粘住。第三步，在湿润的锅底上厚厚地撒1层小苏打，这里注意了，千万不要小气，一定要舍得放，撒的量要能把所有黑色锅垢完全盖住，看上去就像冬天给锅底盖上了1层厚厚的雪。特别是那些锅垢最厚、最顽固的地方，再多撒一些。第四步，撒好小苏打之后，再用喷壶对着白色粉末喷1层水，让所有小苏打都吸饱水分，变成一种粘稠的糊状，这样它才能更好地贴在锅底上。如果你想让效果更猛一点，可以把喷的水换成白醋，白醋是酸性的，跟碱性的小苏打一接触，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气泡，滋滋作响，像在锅底开了一场小派对。这个过程能松动最坚硬的那些锅垢。第5步，用保鲜膜把整个锅底严严实实地包起来，包的时候尽量把里面的空气挤出去，让保鲜膜紧紧贴在小苏打糊上。这一步的目的是锁住水分，防止小苏打糊变干失效，给它足够的时间慢慢分解油垢。第6步，把它们放一边，不用管了，这是最关键也最轻松的一步，最好能放1个晚上，大概8到10个小时，如果白天操作，至少也要5、6个小时。记住，时间越长，分解的越彻底，后面洗起来就越省力。第7步，等时间到了，揭下保鲜膜，你会发现原来硬邦邦的黑垢现在变得软趴趴的，有的甚至像黑泥一样。这时候拿出钢丝球或者粗糙的百洁布，稍微用点力气就能轻松把软化的污垢擦下来了。
你会看见黑色的东西大块大块脱落，露出锅底原本的金属光泽。全部擦掉之后，清水一冲，一口锃光瓦亮，几乎跟新的一模一样的锅就出现在面前了。这个效果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锅洗干净了，7月再教你一个小妙招，能让你的锅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那么容易再积上这么厚的黑垢。要用的东西也很常见，就是凡士林，咱们冬天擦手防干裂那种。等锅完全擦干之后，用手指或者干净纸巾蘸一点点凡士林，记住只要非常薄的一层均匀涂抹在刚洗干净的锅底上。涂完后锅底看起来油亮亮的，原理是什么？凡士林本质上是一种矿物油，非常稳定而且不溶于水，把它涂在锅底就等于给锅穿上了一层薄薄的看不见的保护衣。下次再开火做饭，火焰产生的烟尘和崩溅的油点大部分会先附着在这层凡士林上，而不是直接烧结在锅的金属表面。做完饭刷锅的时候，因为有这层油膜隔着，新的污渍用普通洗洁精和抹布轻轻一擦就掉了，再也顽固不起来了。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不锈钢锅和铁锅。你看，就这么简单几步，用家里最常见的材料就把厨房这个大难题解决了。其实生活中很多烦人的家务问题都有类似这样简单又有效的小窍门。7月再给你分享几个，比如咱们家里的瓷砖缝，时间长了白色的缝隙会变黄变黑，藏污纳垢，甚至发霉，看着不卫生，清洁起来趴在地上拿小刷子一点一点刷，腰酸背痛。其实可以自制一个强力清洁剂，准备一个小碗，挤进去大概3厘米长的牙膏，再倒入和小苏打1:1的量，最后加一点白醋，搅拌成糊状。牙膏里有摩擦剂和发泡剂，小苏打负责去油，白醋负责杀菌和软化污垢。用废旧的牙刷蘸着糊涂在瓷砖缝上，等10来分钟，再轻轻一刷，黑垢就都下来了，湿抹布一擦就恢复白净。还有个事儿，卫生间花洒用久了，出水越来越小，水流乱七八糟。这不是坏了，是自来水里的钙、镁矿物质，也就是水垢堵住了出水小孔，完全不用换新的。你只需要一个结实点的塑料袋和一瓶白醋，把白醋倒进塑料袋，把花洒头整个泡进去，用橡皮筋或绳子扎紧袋口，泡1个晚上最好，白醋里的醋酸跟水垢反应把它们溶解掉。第二天早上取下来，用旧牙刷把残余的水垢刷掉，开水一冲，出水量就和新买的一样大了。最后一个小妙招，关于木质家具，有时候不小心把很烫的杯子或碗直接放在木头桌面上，拿起来后就留一个白色烫痕，用湿布怎么擦都擦不掉。这时候凡士林又能派上用场了，在白色烫痕上涂薄薄一层凡士林，让它待1个晚上，凡士林里的油分会慢慢渗透进木头的漆面，把里面因为受热困住的湿气置换出来。第二天早上用软布擦掉凡士林，你就会发现那个白色印子神奇的消失了，或者变得非常淡了。这个方法对很多实木家具的烫痕都有效。今天7月给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家务小妙招，从清洁顽固锅底到保护锅具，再到清洁瓷砖缝、疏通花洒和修复家具烫痕。你发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花大钱去买那些昂贵的专用清洁剂，只要善于利用家里已有的小苏打、白醋、凡士林这些普通东西，就能轻松解决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家务难题，既省钱又环保，效果还特别好。这就是7月的宗旨，帮大家发现和利用生活里的小智慧，让繁琐的家务变简单、变轻松。如果你家里也有类似的旧锅，不妨今天就动手试一试，保证给你一个惊喜。如果你还有什么独门清洁小妙招，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大家一起学习交流。最后再次感谢你的观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7月的频道，咱们下期再见。